大家好啊，我是优步。人生啊是一场觉醒的过程。人生在世呢，往往很容易会被外象所迷惑。正所谓困于成败，迷于名利，陷于得失。而所谓的觉醒，就是要打破外在的虚象，而提升内在的境界，从而回归自然本真，领悟自然的大道。觉醒的程度不同啊，你所达到的境界就会不同，人生的命运呢也会不同。我们的人生有3次觉醒，分别是见自己、见天地、见众生。见自己啊，是说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局限性，开始反省自己。道德经中讲，知不知上矣，不知之病也。那么这句话是说啊，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明智的，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愚昧的。真正厉害的人啊，都是发现自身的局限性，然后不断的自我反省，从而突破小我，走向觉醒的。王羲之在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有这样一段经历。他在书法上啊很有天赋，但是很长的时间呢没有进步了。有一日，他无意中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的作品，他发现张芝写的字啊透着沉稳平静之气。这时啊，他才发现自己练习的时候啊总是心浮气躁，急于求成。于是呢，他痛改前非，精神境界提升了，书法也开始日益精进，最后呢，成为了一代大家。要知道啊，人生一世需要认识自己，洗练自己，并且呢，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。只有这样，才不枉在人间走一遭。只有能够自觉地反省自己，改变自己的人，才是生活的强者。其实啊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局里，而人生就是不断破局的修炼，也就是突破原有的认知，打破固有的思维，改变惯有的习性。只有这样，你的灵魂才能升华，你的境界也才会提升。而人的第2次觉醒就是见天地，也就是了解大道，顺应自然。道德经中讲啊，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。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，有大智慧、洞悉大道的人，都是顺应自然，遵循人的本性去做事儿。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天地的广阔，自然道法的玄妙，那么就会一意孤行，做出违背常理、偏离大道的事儿，最终啊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曾国藩啊刚入朝为官的时候，有一些自以为是，说话呢直来直去，做事呢横冲直撞，于是啊得罪了不少人，以至于他带兵打仗的时候啊，他的部下都投奔到别的去处了。那么几次战败，没有人愿意支援他。最后啊，他被皇帝以守丧的名义打发回了老家。后来啊，他读到了不知常，妄作凶。那么他读到这句话时啊，他才真正的认识到自身的渺小，才顿悟了大道的存在。再次为官时啊，他变得谦虚低调，为人处事呢外圆内方，做出了一番事业。曾国藩说啊，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下不杂，既往不恋。那么这句话是说啊，专注于当下，
顺应自然，不被杂念所牵绊，不为未来而担忧，不因为过去而悔恨，这才是最高明的活法。人生之事啊，总是难以预测，与其执着改变，不如顺其自然，这样才能收获内心的平静，从而升起智慧。人的第3次觉醒是见众生，也就是理解他人，心存善念。道德经中说啊，圣人常善救人，而无弃人。那么这句话是说啊，圣贤的人擅长发现每个人的优点，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对待别人没有分别心，总是一视同仁。而修行的最高境界啊，就是达到无我的状态，也就是自己和万物回归一体。所以真正的高人，他会明白世间本无好坏之分，外在的一切啊，都是内心的投影，自己呢，是一切事物的根源。曾经啊，有一个修行的人，每次打坐的时候啊，他都感觉有一只蜘蛛在他的面前爬行。于是呢，他很苦恼，他去问了道长。道长说，等下次他再出现的时候啊，你就用笔把它圈出来。果然，他再次打坐的时候啊，蜘蛛又一次的出现了。他照着道长所说的画出了蜘蛛的位置。醒来之后啊，他却发现自己的胸口上有很多圆圈。原来啊，蜘蛛就在自己的心里。其实啊，真正觉醒的人啊，都明白外在都是假象，人生呢，就是一场借假修真、借事儿修人的经历。生活啊，就是一面镜子，你能理解他人，就是原谅自己；你能善待别人，就是度化自己。其实啊，你对别人的好和善意，最后成全的都会是你自己。每个人的觉醒啊，本质上都会经历这3个时期。开始的时候啊，看见自己，学习反省；然后呢，看见天地，懂得敬畏；最终啊，看见众生，了悟真理。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经说过，向外看的人梦游，向内看的人觉醒。所以说，一切外在的都是幻象，向外追求啊，就会被欲望所支配，每天浑浑噩噩。而觉醒的本质就是向内去求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本自具足的，只有相信自己，才是真正的清醒。只有不断的突破觉醒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从而啊，享受生活，掌握命运。感恩大家，我是优步。